巧了巧了，给我们一个同行师傅送点配件。哎，刚好我也要来这个地方。昨天那个师傅跟我说要拿这个加长曲角，安装花洒用。我说今天早上给他送过来。刚好早上呢，这边的一个师傅打电话说是包那个墙板的时候啊，打钉子把水管打到了，我得过来给修一下。我发现在一个地方。这是我家里面现在仅剩的这么几个加长曲角了，全给他拿过来。我们跟着这个师傅去看一下他的安装现场到底是多么深啊，需要用这么长的曲角。现在这种情况呢，在工地会多见一些，私人家装呢反而这种情况比较少。看了一下这几个水管的位置啊，一个比一个深，大概深度2公分多一点。用这个加长曲角呢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不过还有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加一个内卫丝。不过加内卫丝的话，会多一个接口，多一个接口呢，就多一份漏水的风险。先拧开一个打个样啊，试了一下这个深度啊，感觉刚刚好。看一下扣上装饰盖是不是我们要的这个效果，感觉刚刚好。3套花洒一共需要6个，我这里一共才7个，看来我只能剩1个回去了。这边2套已经装好了，师傅说这个曲角的长度刚刚好。看一下它这个装饰盖，这是流管流的有问题啊。干工地就是这样，习以为常了。走了，到隔壁，带上我的热容器和电源线。这是我仅剩的2根热容胶棒了，都带上。听说这个位置呢，打穿了2个孔。这个位置是之前师傅在安装护墙板的时候，因为打钉子打到水管上了，但是当时没有发现，因为钉子插在里面。现在是拆了护墙板才发现这里漏水，因为上面装了一个电热水器，刚好有2趟管子是从这里上去的。冷热水绞阀关掉，把这个冷水管拆开，拆开以后呢，保证它能通气儿。关掉进水总阀门，现在我们把这几路的冷热水管全部都打开。现在要把管里面的水全部都排空。这样处理最简单的方法，直接上嘴吹吧。这样呢，就可以把管道里面的水啊全部都排空。保证我们在热容的时候啊，管内壁不可以有水啊。这个活儿只能一次成功，如果翻车的话就容不住了。先插上电，给我们的电烙铁预热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管上呢，把这个孔扩大一些。钉子孔这个孔太小了，所以我们用宝塔钻头呢，把孔扩大一些。2个领导在旁边视察工作，咱得把这活干好。上一次平垄区的师傅告诉我，用刀子这样切一下，然后我们在热熔完以后，这个剩余的胶棒呢，很好拆下来。准备工作就绪，直接开干。胶棒预热完毕，直接怼到这个孔里。还是广大网友厉害，告诉我这个方法就是好，这样1根胶棒的话可以容好几根管，分分钟搞定。现在恢复所有的水管，恢复电热水器的进水管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了。打开总阀门，直接放水。这样的堵漏方法简单、方便、快捷。往往这种情况呢，多出现在卫生间，因为卫生间贴了墙砖，安装的时候容易打漏水管。不想大面积损坏砖呢，所以很多人采取了这样的方法。但是呢，新鲜事物，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产生质疑、怀疑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但是大部分人的质疑呢，都是理论上的，根本没有去实际操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会做一个相关的视频，用实验的方式呢，来验证它的实际效果，顺便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弊端。这个师傅说刚才没有看到我是怎么补的，说要看一下我的这个工具。这个工具呢，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而是厂家生产的，我们只是买来用。同样的工具，每个人使用的手法不同，环境不同，管材不同，可能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，所以对它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。